姑娘快醒醒，吉时可不等人。这御赐的婚事是多少世家女求不来的福分，今日能替二小姐嫁去宁王府，也算是夫人给你的恩典。恩典不恩典的，也要姑娘惜福才是。这些年偏院住着，府里何曾短过你吃喝？如今二小姐金尊玉贵的，总不能去给快咽气的王爷冲洗守寡。你替他走这一趟，往后顶着宁王妃的苗头，也不枉你生在陆家一派。说的是，要不是王爷重伤垂危，这等泼天富贵，哪能轮得到偏院的姑娘？动作快些，喷严实了。若是误了夫人的安排，咱们谁都担待不起。特工殒命，一睁眼便是替死之举，宠妾灭妻，嫡女蒙尘。这陆府的做法，倒是比前世的任务现场还要荒唐。你们放开小姐，便是要替嫁，也没有捆着逼人的道理。这要是传出去，陆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恩典替嫁，这般好福气，你们怎么不留给自家女儿？既然我这父亲母亲这般替我着想，那我便去前厅当面谢过他们的美。老爷，宁王爷在战场上重伤垂危，皇上这赐婚就是让他冲喜的。咱们知勇可是京城第一才女，难道要让他去给个死人陪葬吗？胡闹！圣旨上写的是将陆家大小姐赐婚给宁王。这几年你们对外宣称知位是大小姐，现在临时换人，皇上怪罪下来就是欺君之罪。可事实上，婉子才是老大，就让他给他的命。宁王要是死了，他忍心看知位受苦？这番慈母严父的模样倒是演得真切，只是王爷病重，便要推我出去冲喜挡灾，这算盘打得未免太响了些。逆女，你怎么能偷听长辈说话？长辈二字也需德配位，父亲靠王母嫁妆起家，转头辅政外事，苛待嫡女，这般行事也配拿尊卑来压我？你反了天了！能嫁入王府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们当初抢这门亲事的时候怎么不说？现在人家快死了，就让我去冲喜当寡妇，素质不详，遇强则强是吧？婉堂，圣命难违，现在只有你能救陆家。你要是不去，咱们全家都得死。让我去跳火坑可以，但得加钱。想要我闭嘴替嫁，拿5万两嫁妆银子来。5万两？你做梦！你怎么不去抢？我就是在抢。还有这么多年我哥寄回来的财物，全被你这毒妇私吞了，折现5000两，一分不能少。你敢威胁亲生父亲？想让我替嫁也不难，5万两嫁妆，一分不能少。若是不肯，我便亲自去宫门前扣却，将陆府李代陶爷的勾当公之于众。欺君侮上的事说个清楚，到时候是满门抄斩还是身败名裂，父亲不妨算算哪样更划算。给他去账房拿银票，快点把这个扫把星给我送走。开局5万5千两，这波穿越不亏。这替嫁的剧本姐接了，不就嫁给一个快死的王爷当王妃吗？就当是换个地方搞事业。大小姐吉时已到，请上轿。王爷那边怕是等不得了。冲喜是吧？本小姐倒要看看这战神王爷到底能不能熬过今天。走。这新娘子也太霸气了，头回见冲喜还这么气派的。不行了，王爷伤口再次崩裂，金疮药根本敷不上，大罗神仙也难救啊！庸医，救不活王爷，你们全部陪葬！住手！放开他！你掐死他，王爷就能活吗？你算什么东西？替嫁女也敢闯王爷从房？我是遵皇上赐婚旨意抬进来的宁王妃，不想他死，就全给我滚开！动脉破裂，必须立刻缝合。准备煮沸的棉线、细银针、烈性白酒，再搬几颗最亮的夜明珠过来，快！血肉之躯岂能缝补？这是胡闹啊！你们有办法止血吗？没有就闭嘴照做。出了事，我担着。你敢动王爷一根毫毛，我先砍了你！有种杀我，看皇上会不会诛你9族。方管家，愣着干嘛？想让你主子死吗？快，按王妃说的去准备。放肆！你敢！闭嘴别动！再动血流光了，我可不救。王爷，你把王爷怎么了？我杀了你！止住了！
天哪，血止住了！王妃这法子太神了，这是神迹呀！这个女人居然真把王爷救回来了！我缝合手艺一流，保你死不了。你到底是谁？你素未谋面的冲洗王妃，阎王爷的绩效我给你取消了。特工穿来当护工也是绝了。这战神王爷身体素质还真不错，缝了那么多针还熬过高烧。哟，王爷醒啦！大兄弟命挺硬啊，这都没去西天报道。陆之瑜，你为何会医术？陆伯言到底教了你什么？停，王爷，咱们先把账算清楚。货不对班，我不是陆之仪，我是你大姨子，陆府长女陆婉堂。什么？你不是大小姐？陆家竟敢欺君换亲！激动什么？坐下，听我给你们娓娓道来。你要娶的原是侯府大小姐陆之玉，但我才是真正的侯府大小姐。我娘死得早，他们占了我名头。渣爹听说你重伤快死，怕女儿守寡。好一个陆伯言，竟敢如此羞辱本王！不过你放心，我拿钱办事，职业道德满分，肯定把你照顾好。等你伤好，气不过想找陆家算账，想把陆之瑜换回来，我举双手赞成。到时候给我一纸休书，补点损失费，我拿钱走人，大家江湖不见。王妃，你把王府当客栈了不成？难道不是吗？各取所需嘛。王爷，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提的方案是不是特别人性化？你真想走，陆婉堂？你就这么确定，本王伤好之后一定会放你离开？我操，这黑芝麻汤圆想赖账！王爷，这是打算过河拆桥？你这脉象表面看着虚浮，实则波动强劲。这副快要断气的濒死之相，是你自己用内力强行压制心脉装出来的。重伤是真，快死了却是装的。这招瞒天过海，防的是外头那些政敌吧？要是皇上或者二皇子知道，战神王爷不但没快死，还能随时抱起杀人，你说这消息能换多少两黄金？王妃果然深藏不露，是本王小看你了。少套进去，给句痛快话，这合作到底做不做？成交，只要本王活着，这宁王府的后宅随你折腾，本王绝不干涉。爽快，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早日散伙。唉，做了台大手术，体能消耗太大，得赶紧补充蛋白质。小姐，您受苦了，奴婢这就去大厨房给您传膳。您想吃什么？随便弄点肉片汤、烧鸡就行，要快，饿得能吃下一头牛。奴婢这就去。脸怎么回事？小姐，大厨房说没有您的份例，奴婢和他们成了，可嬷嬷就……王妃娘娘，您可别听这丫头瞎告状。如今王爷重伤，全府上下的好药好肉，自然都要紧着主院。紧着主院，所以就拿这馊了的东西来糊弄我，这是人吃的吗？娘娘这话说的可就让人寒心了。您是皇上赐婚来给王爷冲喜的，按老祖宗的规矩，本该吃斋念佛替主子祈福。这几口分食已经是老奴体恤娘娘，好心从下人的牙缝里硬省出来的了。您若是连这都嫌弃，那就只能请娘娘饿着肚子了。拿吃斋祈福来道德绑架，用下人的馊饭来恶心我，真当姑奶奶是古代那种被规矩拿捏的深闺怨妇？我的天，嬷嬷被泼了一脸！这新王妃也太敢了吧！哎呦，杀人了！王妃娘娘得了失心疯，竟敢在王府无故残害内人管事！残害？我这是在教你王府的规矩。一个奴才拿馊饭欺辱王妃，按规矩该不该的？规矩？您一个被送过来冲洗的人，还真拿自己当正经主子了！来人，来人啊！王妃悲伤过度得了失心疯，意图在王府行凶生事，给我把他拿下，捆去柴房，严加看管，免得惊扰王爷。你们不准碰王妃！退后，别溅你一身血！
我的腿！天哪，王妃居然这么能打！你是魔鬼，你别过来！我的手！记住了，从今天起，宁王府后院的规矩由我来定，谁再敢拦我，这只手就是下场。这新王妃也太厉害了！王妃娘娘，属下敬您昨夜救了王爷，但擅动私刑，打伤府内管事，违反了王府军规。秦统领，大厨房拿发骚长虫的剩饭羞辱本王妃，这刁奴还拿规矩来道德绑架我。王爷昨晚亲口说了，这后宅归我管，我教训一个吃里扒外的奴才，违反了哪条军规？恶奴欺主，自有王府律令惩治，轮不到王妃私自领兵动手。王府暗卫只认规矩和实力，娘娘若执意不肯交出对牌，就休怪属下按规矩得罪了。讲规矩是吧？行，你们也别废话，一起上。只要你们能碰到我一片衣角，这钥匙和对牌我双手奉还。暗卫听令，收刀！折服王妃，不得伤人。我的天，那可是王府暗卫！新王妃居然这么能打！陆婉堂先写好了，军阵配合不错，可惜招式太死板，回防太慢。居然连破3名暗卫啊！这王妃的武力也太恐怖了，属下得罪了。内力不错，可惜近身战不是光靠力气大就行。现在告诉我，这王府到底谁说了算？主子，传本王令，从今日此见王妃如见本王，内院中府库房对牌全数交由王妃打理。我的天，王爷竟如此看重王妃，以后可得小心伺候王妃。算你这黑芝麻汤圆识相。属下秦川谨遵王爷王妃之命，拜见王妃。起来，带几个人跟我走。王妃要去哪儿？当然是去查账，我倒要看看堂堂战神王爷的府邸怎么穷的连顿肉都吃不起。就这，王爷这些年打仗的赏赐呢？属下不知，府里中尉一直由方管家打理。他说王爷治军费钱，府里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放屁！把账本拿来。阴阳账，做假账做到姑奶奶头上了。这老狗不仅把王府库房搬空了，还挪用王爷的钱放高利贷生息。完了，这下要掉脑袋了！求王妃恕罪，我们都是被逼的。这个吃里扒外的狗奴才！拿上这些底单，带上暗卫，跟我去抄了他的私产。京郊王员外家那笔阎王债，利滚利差不多有5000两了吧？盯着点儿，下个月再拿不出银子，就用他家200亩良田来抵。主管英明，那王爷那边要是……哼，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王妃，秦统领，你们这是何意？擅闯老奴的院子，王爷若是知道了，狗贼！王爷在前线为了守土卫国几经生死，将士们连抚恤银都发不全，你却在后方吸干了王府的血，倒买倒卖放高利贷。王妃饶命，秦统领饶命啊！老奴一时糊涂，这些都是替旁人代管的啊！
老奴对王府忠心耿耿啊！方管家，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天子脚下了，用王府的名义在外面逼死平民，赚脏钱来填你自己的口袋，你可真是一条好狗。秦川，属下在。把这里所有的金条、银元宝一颗不剩，全数搬回王府大公账。至于这沓高利贷借条，你亲自带暗卫出府，顺着明路查过去。凡是本金已经还清的，当场撕了借条；凡是利滚利被这老狗坑害的，全部减免。不，你不能这么做，那都是我的银子，我的命根子啊！至于这老狗放出去的私房钱，你按着账单给我顺藤拨瓜，连本带利。我要让他活到今天，连一条干净底裤都剩不下。贱人，你敢动我的钱，老子跟贵妃娘娘！废话真多，卸了他的下巴，拖去地牢里关着，等王爷有空了，让他自己处理。属下领命。秦川，这口箱子是我从陆府带出来的家传物品，不必入公账。你找间最僻密的密室，单独安置，除我之外，任何人不得靠近。娘娘，这箱子不似寻常细软，王府密室多有贵重文书，是否需要属下加派暗卫轮值守收？不过是些防身的旧物件，祖辈传下来的玩意儿，不只当兴师动众。记住，不到绝境，不必示人。方管家放出去的高利贷名录，你核对的如何了？本金之外的余利，3日内必须全数追回，一笔都不能少。回娘娘，名录已核对大半，属下明日便带人逐一清缴，绝无遗漏。钱拿回来了，权也夺了，高利贷收回来又是一大笔。这合理启动资金算是彻底稳了。小姐不好了，快跑啊！怎么了？天塌了！老爷和夫人带着二小姐亲自登门了，他们就在正厅。老爷放话今天要扒了您的皮，让您把嫁妆全吐出来呀！扒我的皮？好啊，我正愁没借口回去找他们算账呢，他们倒自己送上门来。走，去会会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这宁王府的下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老爷息怒，那战神王爷眼看就要咽气了，这王府马上就要树倒猢狲散了。晚唐那死丫头指不定被下人们作践呢。母亲别这么说，姐姐在偏院受苦10几年，如今成了陪葬王妃，实在可怜。等姐姐来了，咱们得好好劝劝她。劝什么？要不是为了那5万两嫁妆，我才懒得踏进这晦气地方。逆女！见到父母还不跪下磕头！母亲，我娘早被你们气死了，你算哪根葱，也配让我跪？我的天，他敢这么对主府说话？这大小姐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这个没教养的野种！你克死了王爷，还敢私吞陆家5万两嫁妆！现在满京城都在看我们陆家的笑话！姐姐，我知道你心里苦，怨恨父亲让你替嫁，可那嫁妆是陆家的根基啊！只要你把银票和房契都交还给母亲，父亲还能留你在陆家祖坟有个位置。你何必为了身外事务和家里闹僵呢？陆之瑜，你这朵白莲花演给谁看呢？拿我的钱装你的名媛排场，你也好意思？想要钱，自己去大街上卖艺啊！陆之瑜，你这朵白莲花演给谁看呢？拿我的钱装你的名媛排场，你也好意思？想要钱，自己去大街上卖艺啊！我的天，这也太敢说了吧！二小姐这脸被打得太疼了，孽障，翻了天了！老夫今天亲自过来，就是给你最后通牒，识相的立刻交出银票，否则老夫今天就当着王府下人的面动用家法打死你个不孝女，然后将你从陆家族谱彻底除名，让你变成个孤魂野鬼。你笑什么？族谱除名？陆伯言，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当这宁王府是你陆家的后院，想耍威风就耍威风。家法，在我的地盘，跟我讲家法。我的天，他敢摔老爷脸子！这大小姐气场也太吓人了。
你们要干什么？老夫可是朝廷正二品礼部尚书，是你们王妃的亲生父亲，你们敢对老夫动刀？你个死丫头！你以为当了王妃就能翻身了？你那个短命的亲娘，当初就是个没人要的商户女，活着的时候斗不过我，死了也是个入不了祖坟的孤魂野鬼！你刚才说谁是孤魂野鬼？说你娘那个下贱！我的脸！老爷救我！杀人了！姐姐你疯了！现在知道我是王妃了。你们以为我来这宁王府是来当受气包的？秦川，属下在。告诉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在宁王府正厅出言辱骂正妃，大放厥词，按王府军规，该当何罪？辱骂王妃，等同辱骂王爷，按军规当场杖责50，乱棍打出府门。诺！不，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爹。万堂，救命啊！给我打！哎呦，别打了，我是尚书。救命啊！王妃杀人了！哎呦，这不是陆尚书吗？怎么被宁王府打出来了？听说是逼着大女儿替嫁冲喜，现在还想上门要嫁妆，被新王妃给教训了，打得好！道德绑架，抱歉，只要我没有道德，你们就绑架不了我。圣旨到！贵妃娘娘体恤宁王殿下臣破难遇，身边乏人照顾，特赐4名绝色美人入宁王府，贴身伺候王爷。奴婢们奉贵妃娘娘之命，特来伺候王爷。以后还请王妃娘娘多多关照。贵妃娘娘还真是体贴。行啊，既然是送上门来伺候人的，那就收下吧。秦川，把这几位娇滴滴的贵客带去我的无忧阁，安排在偏房安置。既然是贵妃赏的，我自然要放在眼皮子底下，好好疼爱。宁王妃，这可是伺候王爷的人，怎可安置在你的院子里？怎么，你要教本王妃做事，还是你也想去那青石板上陪陆尚书挨几棍子？我的天，他敢怼宫里的人！王妃太霸气了，干得好！咱家告退！跑得比兔子还快！这大清早的，我倒是谁扰了清静？原来是王妃娘娘，放着尊贵的主母位子不坐，偏要穿成下人的模样跑东跑西，传出去旁人还当宁王府苛待王妃呢。到底是没见过世面，半点大家闺秀的规矩都不懂，成天牵着条处子在府里乱逛，万一冲撞了王爷，或是吓着了我们，你这王妃的脸面往哪儿搁？你们休得胡言！这是正牌王妃娘娘，岂容你们以下犯上？正牌王妃又如何？不过是个替嫁过来的摆设罢了。我们4人是贵妃娘娘亲自挑选，赐给王爷近身伺候的。论起在王爷跟前的分量，王妃怕是还得掂量掂量。啸天，坐下，别惊着几位娇滴滴的美人，毕竟大清早的就堵在我门口卖力表演，也挺费劲儿的。你说谁表演？王府门前喧哗诗仪，成何体统？雪柳，去端一盆井水来，给几位美人醒醒神。雪柳，去端一盆井水来，给几位美人醒醒神。奴婢遵命。贵妃娘娘派你们来伺候王爷，想来是懂规矩，只是这王府有王府的章法，进了我的门就得守我的规矩。我的天，王妃气场好强，这几个美人要遭殃喽！活该，叫他们嚣张！
方才不是牙尖嘴利吗？怎么一盆水就慌成这样？我还当贵妃选出来的人有多大本事，原来也只会仗着名头逞口舌之快。还有你，张口闭口规矩体统，怎么连站都站不稳？瞧瞧这一身湿淋淋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从湖里爬上来的。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尊贵？你欺人太甚！陆婉堂，你别太过分，真当我们是任你揉搓的软柿子？既然王妃懂些拳脚功夫，那奴婢今日就带贵妃娘娘好好向王妃讨教几招，看剑！王妃小心，她有兵器！贵妃送来的哪里是小妾，这分明是死士啊！不过你的底盘太虚了。他居然是死士！贵妃这是蓄意害王妃啊！你太慢了。杀人计不是你这么弄的，服还是断手，选一个。等，我服了，王妃饶命！王妃也太厉害了，咱们王妃武功这么高啊！是啊。既然你们有精力跑到我这儿来争宠叫嚣，不如学点真正有用的东西。都跟我进屋，本王妃教你们一个王府的新规矩。新规矩？那是什么？这纸片是什么？都看好了，这东西叫扑克牌。今天本王妃要给你们上的第一课叫拒绝内卷，搞钱独美。这是什么新奇说法？完全听不懂娘娘在说什么。娘娘，什么是内卷？什么是搞钱？所谓内卷，就是你们4个蠢货为了一个快死，趁天在根本不爱你们斗来斗去。就算你们斗赢了，能得到什么？几只破珠钗，还是那虚无缥缈的宠爱？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与其把心思花在讨好男人身上，不如想想怎么把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今天咱们打斗地主，谁赢了，这桌上的银子就归谁。赢了就能拿银子？居然有这么好的事！真金白银不比男人香。娘娘，您不怪我们是贵妃派来的眼线？只要你们牌打得好，能给我解闷儿，管你是谁的眼线。娘娘居然不怪罪我们，娘娘真是难得的好主子。规矩我只说一遍，大王压小王，炸弹大过天，谁要是敢出老千，我就扭断他的手。顺子，从3到10，好了，给钱给钱！哎呀，我手里还有个炸弹没出呢。珍珠，跑那么快干嘛？王妃娘娘这玩法太妙了，奴婢这辈子都没这么痛快过，比在贵妃宫里天天勾心斗角有意思多了。知道搞钱的快乐了吧？记住，手里有王炸，心中无男人。继续洗牌。是，王妃娘娘。这4个人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细作，想要撬开他们的嘴，恐怕免不了一场血腥的严刑考卡，得盯紧点儿，别出了人命。王炸，娘娘您输了，快给钱！好家伙，敢炸我，拿去！不动大喜，短短数个时辰就把贵妃耗费心血培养的死士训得服服帖帖。王妃这掌控人心的手段，简直比千军万马还可怕。哦，用几张纸牌就收编了贵妃的暗桩，本王这位新王妃还真是个妙人。京城里台北尚书侯爷的夫人带着自家嫡出的千金小姐登门了，属下看那架势，分明是想趁机把女儿塞进王府。王爷，属下这就去把他们打发走。慢着，去派人把那些夫人小姐登门意图抢夺正妃之位的消息不经意地透露给无忧阁。王爷，您的意思是？本王倒要看看这位满眼只有银子、刚刚收编了后院的王妃，面对别人上门抢她的饭碗会作何反应。去办。王妃娘娘，前厅出事了，京里好几个尚书处侯爷的夫人带千金来了，打着探望王爷的名号登门的。探病？王爷一个快死的人，有什么好探的？哪是探病啊，他们是看着王爷有军权，想把自家女儿塞给王爷抢进正妃位置。抢位置？好事儿啊！王府开销大，正愁没地方搞冲收呢。走，
拿纸笔去前厅做相亲背调。啊，像什么背调？户部侍郎的女儿长得不错，但户部是清水街头，性格好，拿捏，没钱，没商业价值 ，pass。娘娘，您画的这十字格是什么呀？这叫4W 分析法，给王爷找小老婆要经济效益最大的。哟，江南盐商总会的嫡孙女，优势家里有矿，缺是脾气骄纵，钱给够就能致富天。这个列为 A 级候选人。爱妃，这是何物？王爷，这是我给您做的侧妃候选人分析报告，我都筛过了，这3个最合适。SWOT， 这画的什么鬼画素？这叫优劣势分析。你看，李家千金掌握京城1半粮铺，娶她进来王府，下半年伙食费就有着落了。还有王家千金10里红妆都是钱啊！只要你点头，我今晚接他们进府，咱们3期分账，你3我7。王妃这是疯了吗？居然主动给王爷挑侧妃！王妃就这么缺钱，急着把本王推给别的女人？废话，搞事业不需要启动资金吗？你一个躺在床上的病源懂什么？王妃这么急着把本王推给别人，就不怕本王先罚你？哟，王爷这力气，看来是不需要冲洗了。既然不想赚钱，放开我。你这女人，脑子里除了钱还有什么？怎么，王爷不服气，嫌我只认钱？那行，咱们打个赌。听说你智谋无双，咱们就在牌桌上见真章。你要是赢了，这些女人我一个都不塞给你；你要是输了，乖乖听我的去相亲换彩礼。好，比什么？斗地主。这是何物？大王压小王，炸弹最大，谁先出完谁赢，输一把脸上贴一张白纸条。发牌。顺子，从3到10，爆单。王爷，你输定了。炸弹4个 K。你怎么还有炸弹啊？你的大王已经在上一把用过了，手里只剩1张单2，而我手里全是绝杀。对 A 跑了。王爷威武。连队，我又赢了。王妃，愿赌服输，这相亲的事儿是不是该作罢了？输就输，我陆婉涛输得起。按照开局的终极赌约，大输家要站到凳子上唱歌。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王爷，老臣来给您。这成何体统啊！那什么，太医您来的真是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啸天今天还没起床呢，我得赶紧回去催他睡觉了。对，催狗睡觉。啊！催没起床的狗去睡觉。狗命关天，耽误不得。王爷您慢慢看病，臣妾告退。王爷，这王妃娘娘她无妨，王妃行事不拘一格，太医不必大惊小怪。过来请脉吧。你们这群没用的贱鼻子，天天坐在这儿跟疯婆子打什么扑克牌？敢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我看你们是忘了谁才是你们的主子。今天老身就替贵妃娘娘扒了你们的皮！别打了，我们不敢了，求你别打了，娘娘马上就回来了。一个快要陪葬的贱人算什么东西？给我滚开！老身正在替贵妃娘娘清理门户。谁给你的狗胆碰我的人？我的天，娘娘真的沦落了！王妃，你想干什么？老身可是贵妃娘娘的乳娘，您就是个冲喜的，敢动我一根指头，贵妃娘娘定会让您生不如死！那是御赐的存格，可能这次死定了。
可嬷嬷这次死定了。贵妃的乳母就可以贪墨御赐贡品，私吞王府公银，就可以以下犯上，私动刑具，殴打府中侍女。我没有，不是，就可以暗通外宫，干涉王府内政。可是你身犯4宗罪，按大宁宗藩例与宁王府家法，内宅主母有权当场处置。今天就算贵妃亲自来，也护不住你犯的错。天哪！可嬷嬷跪下了！王妃也太厉害了，拿贵妃压我。今天我留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我姐姐，宁王府的内宅有王府的家法，有宗人府规矩，轮不到他宫里的乳奴过来撒野。王妃饶命！王妃饶命啊！都是葛嬷嬷逼我们干的。都给我听清楚了，王府内院自有家法，是赏是罚，轮不到外人越俎代庖。就算是贵妃宫里的人，进了宁王府的门，就得守宁王府的规矩。找人把他抬回宫里，交到好贵妃手上，连同这本贪墨账子，打伤府中侍女的人证物证一并送过去。告诉贵妃，人是她的人，罪是实打实的罪，是按公规处置，还是按宗藩律办，让她自己看着办。回头把所有赃证誊抄一份，明日报备宗人府，按规矩走流程。宁王府的规矩不能坏在一个宫里来的奴才身上，滚！不要，我错了。傻丫头，打不过不知道跑吗？奴婢不疼，奴婢不能看着他们欺负娘娘院子里的人。王妃娘娘主持公道之恩，戴瑁没齿难忘。从今往后，戴瑁这条命就是娘娘的。奴婢誓死效忠王妃娘娘，绝无二心。很好，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跟着我入碗堂，我保证你们能挺直了腰板活下去。起来，进屋。既然你们这条命归我了，那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供人取乐的玩意儿。我要你们成为我手里最锋利的刀，最隐秘的眼。是，请主子吩咐。戴瑁，你武功底子最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贴身护卫，把你以前学的那些杀人技全都捡起来。属下遵命。珍珠玛瑙，王府名下的茶楼和胭脂铺以后由你们接手，我要你们把那里变成京城最大的情报网，达官贵人的一言行，每天都要报给我。奴婢定不辱使命。翡翠，你心细如发，王府内院的账本和库房进出，以后你来做总管。一只苍蝇飞出去，你也得给我算清楚。奴婢谢主子重托。从今天起，这大宁京城的风向该换换。娘娘，葛嬷嬷被人抬回来了。抬回来？怎么回事？回贵妃娘娘，这是宁王妃命奴婢一并送来的。葛嬷嬷在王府贪墨御赐贡品，私动刑具，殴打侍女，越权干涉内政，犯了宗藩律与王府家法。王妃说，人是宫里的人，交由贵妃娘娘自行处置，赃证也一并交割。明日宗人府会来人核对抵案。没用的东西，让你去给本宫立威，你反倒把实打实的把柄送到人家手里，被打成这副模样抬回来，本宫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贵妃娘娘息怒啊！翊坤宫的人丢不起这个脸，办事不力，败坏宫规，还敢私贪御物，留着也是个祸患。拖下去，3尺白绫，赐个全尸。对外就说他私闯王府，失了规矩，自知无颜见本宫，回来自参谢罪了。奴才遵旨。去宗人府打点一下，本宫已经自行按公规处置了。另外，去彻查这个陆婉堂一个罪臣之养在深闺的弱女子，不可能有这么狠的手段和底气。是。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那陆婉堂简直是个疯妇。葛嬷嬷是臣妾的乳娘，从小看着臣妾长大，她竟当着下人面扭断葛嬷嬷的脖子，这是打臣妾的脸，打皇家的脸啊！求皇上立刻下旨，赐死这个毒妇！爱妃，你先起来，这件事朕已经知道了。皇上，此等悍妇若是不除，宁王府的规矩何在？宁王的安危何在？规矩？你还有脸跟朕提规矩？你自己看看，这是宁王托病体连夜送的折子。你那好乳娘仗势在王府中保私囊，贪墨数万两，还偷盗御赐贡品拿到黑市发售。不可能，葛嬷嬷怎么敢？宁王妃查出账目亏空，那刁奴不仅不认罪，还敢在王府动用私刑殴打主母的丫鬟。
宁王妃当机立断，当场格杀勿乱，这叫治家严明，这叫维护皇家体统。你不仅不管教下人，还敢跑来朕这里告恶状！皇上息怒，臣妾真的不知情啊！滚回你的进宫禁足半月，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出来丢人现眼。王爷神机妙算，您让属下连夜送罪证进宫。皇上果然龙颜大怒，不仅没罚王妃，还把贵妃禁足了。皇上生性多疑，最恨后宫手脚不干净。陆婉行杀得好，杀得干净利落。本王只是顺水推舟，送皇上一个发作贵妃的借口罢了。王妃娘娘这一手，不仅除掉了府里的眼线，还让那4个美人彻底归心。现在整个后院简直固若金汤。怎么在背后夸我呢？我杀了贵妃的乳娘，没给你这病弱的王爷添麻烦吧？麻烦倒是没有，反倒帮本王出了口恶气。贵妃已经被皇上禁足了。我就知道你这黑芝麻汤圆肯定在背后推压助澜了。不过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贵妃送来的4个美人现在已经彻底改姓陆了。哦，爱妃不是教他们打扑克吗？怎么赢光了他们的月钱，让他们签卖身契了？哼，俗气！我让戴瑁重拾杀人记，做我的贴身护卫。珍珠和玛瑙去接手王府的茶楼和胭脂铺，组建京城情报网。至于翡翠，以后王府的账本和库房，他就是总管。你竟然把他们全派出去了，你就不怕他们暗中倒戈？怎么不相信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能给他们做人的尊严，贵妃能吗？从今天起，这大宁京城的风向就在我的情报网里。爱妃这般替王府筹划，本王该如何谢你？王爷，来消息了，南庭国使臣入京和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南庭国使臣入京和谈，彰显两国邦交。宁王乃我大宁战神，劳苦功高，特赐宁王与宁王妃明日晚宴入宫出席国宴，不得有误。钦此。劳烦公公走一趟。皇上说了，南庭国使臣点名要见战神风采，您这身子骨可得撑住了，别折了大宁的威风啊！这太监也太欺人太甚了。王爷变成这样还刻意刁难，臣领旨谢恩，定不负皇恩。哼！王爷又要开始布局了，让你一个重伤垂危的病寇去参加国宴，皇上这是想借南庭使臣的手当众羞辱你。南庭国此次派来的使臣是贤王，生性狂妄，国宴不是后宅，南庭使臣手段狠辣，如果他们在宴会上发难，本王现在这副病弱伪装，恐怕护不住你。赵玄宁，你听好了，我陆婉堂既然拿了你的掌家大权，收了你的钱，咱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想一个人去砍门洞吗？好，既然爱妃不怕死，那咱们就一起去会会这帮豺狼。秦川，属下在。把本王3个月前命江南织造局赶制的那套东西给王妃送来。我的天，王妃也太好看了！进去之后，无论发生什么，跟紧我。南庭使臣来者不善，今夜极其凶险。凶险？最好是多来点花样，在后院天天对付几个老钱婆，正好我最近骨头痒，拿他们松松筋骨。听说这宁王妃在娘家不受宠，大字不识，替嫁的庶女罢了。王爷病入膏肓，她还能得意几天？这就是那个替嫁的庶女，这气场也太强了吧！我倒是谁在宫门前聒噪，原来是4皇侄的王妃。怎么，4皇子府的规矩是教你们像市井长舌妇一样嚼皇室冬青舌根？你这个乡下来的丫头，怎么跟我说话的？丫头，按大宁皇家御族，我是皇上御赐的宁王正妃，宁王乃当今圣上的亲弟弟，论辈分我是你皇婶，你一个晚辈，大庭广众非议长辈还敢叫我丫头，是对皇上的赐婚不满，
还是尊卑孝道被狗吃了？还是觉得这大宁的规矩由你说了算？他竟然敢怼四王妃，这宁王妃也太刚了吧！你休要胡言乱语！我没有。管好自己的嘴，免得祸从口出。哼，没有最好。爱妃这嘴比本王的剑还利。对付这种绿茶，直接物理降维打击最省事。皇上驾到，太后驾到。宣南庭国使臣觐见。南庭使臣见过宁国皇帝。贤王免礼，赐座。这位就是名震天下的战神宁王，怎么病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倒是旁边这位王妃国色天香，跟这个废人真是暴殄天物啊！你竟敢如此放肆！交给我。贤王远道而来，便是这般目无尊卑。若是眼神不好，本王妃不介意帮你治治。好一个伶牙俐齿的泼妇！宁国皇帝，本王此次前来，除了和谈，还想比生死文事3局2胜，不知你们敢不敢接？哦，贤王想比什么？赌注又是什么？若是我南唐国赢了，我要这宁王妃跟我回南唐当暖床同房丫头，竟说出如此辱没王妃的话！好，本王妃接了。不过你们南庭若是输了，我要你们割让边境重镇朔海城。朔海城，王妃也太大胆了！白纸黑字，立刻签生死状。狂妄，拿纸笔来，本王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啊！第一局文斗连句，徐老你上。老朽先出上联，请王妃听好：一乡二里共3夫子，不识四书5经6义，竟敢教7、8、9子，十分大胆。皇上，这是数字连环联，句句带刺，骂我大宁文臣都是草包啊！难道我大宁满朝文武竟无人能对？看来宁国果然是无人了。宁王妃，你还是乖乖跟我们王爷回去暖床吧。几只井底之蛙也敢在龙庭前犬吠？10事9评，凑得8两7钱6分5磅4词，尚且3心2意，1等下流。对得好，简直太绝了！哼，童话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王妃可笑可笑。棋盘里车无轮马无秧，叫声老贼提防提防。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我看你宁国朝纲尽是脂粉之气，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暮暮朝朝。我看你南庭朝堂全是朽木之材。儒家坟头来种树，儒家澡盆杂配鱼。你放肆！鱼肥果熟入我肚。你老娘来亲下毒。徐老竟然被气得吐血了！老先生身子骨弱，便不要强撑着出头。第一局算我大宁胜了，贤王承让。陆大人，请吧。宁王竟如此护着宁王妃，这下陆尚书可踢到铁板了。杂音清理干净了。贤王，怎么？你堂堂南庭亲王，连3道算题都不敢接，是怕算不过我一个弱女子？那干脆直接认输吧，把朔海城交出去。好，本王就陪你比。国师出题。此3题乃是我南庭边境100年跳梁积累的难题，号称3算4局，一至乡内解出2题以上者胜。第一题，133333担3斗。分毫不差。第二题，甲仓4万担，乙仓3万1千担，丙仓1万9千担。正确。这怎么可能？王妃也太厉害了！第3题，一起念了吧，别浪费时间。67天半。全对，3题全对，这不可能！神了，这也太神了！大宁竟有此等奇女子！贤王承让。第二局还是我赢了。好，小虫小鸡安敢辱我！前2局不过是旁门左道，这第3局咱们比真刀真枪的本事。第3局比武，宁王妃，你敢不敢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第一局不过是口舌之力，算什么真本事？第2局咱们比实学。慢着，3局2胜，规矩可没说一直让你们出题。刚才那老头都气吐血了，
本王妃宅心仁厚。第二局咱们不比诗词，免得你们南庭使臣集体脑晕血死在太和殿。宁王妃，那你想比什么？回皇上，既然是两国边境相交，不如就边境调两草题，一炷香内，谁算得又快又准，便算谁赢。既关乎两人民生军务，也不算辱没了国宴的体面。算题？我南庭算学大师云集，你一个女子也敢班门弄斧？逆女，住口！皇上恕罪，这逆女不服管教，粗鄙不堪。如今国宴之上，面对南庭使臣，她竟敢妄议君算大事，这简直是在丢我大宁的颜面啊！臣恳请皇上将这逆女轰出大殿，以免惹怒使臣。陆大人，你是在教本王的王妃做事吗？宁王殿下，老臣是在教训自己的女儿。她现在是上了皇家玉蝶的宁王正妃，大宁国威还轮不到你一个尚书来操心。秦川，属下在。陆大人喝多了，开始胡言乱语，让他闭嘴，老老实实在座位上待着。他若再敢发出一点声音，直接拔了他的舌头。荒谬！堂堂南强亲王天生神力，居然要逼我大宁弱女子比武较量，这简直是无耻之有！秦川，拿本王的枪来。别乱动内力，毒性压不住麻烦。杀鸡焉用牛刀，这头黑萝卜上赶着找死，本王妃成全他。王妃居然要亲自应战！穿着这身行头打架，确实施展不开。他竟然穿了劲装！故弄玄虚，受死吧！块头太大，全是破绽。贱人！滚下来！给我断！我的手！3局2胜，宁国胜。我们居然真的打赢了！赢了！我们宁国赢了！滚回南庭，记得把朔海城交割文书送过来。皇上万岁！宁王妃千岁！我大宁威武！皇上，幸不辱使命，不过臣妾有个不情之请，王爷重病需要静养，这朔海城既然是臣妾赢回来的，不知皇上能否将其赐给宁王府，作为王爷的封地。朔海城海盗横行，是个常年亏空的烂摊子，不如顺水推舟扔给他们，借海盗耗死赵玄宁。好，宁王妃智勇双全，朕准了，将朔海城赐予宁王府作为封地，另赏黄金1万两，赐先皇金牌1面。见此金牌，便如见朕亲临。竟真赐了朔海城，还有先皇金牌！宁王府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啊！臣妾谢主隆恩。这女人竟没在冲洗当晚死去，反倒成了赵玄宁最大的助力。朔海城地处边境战略要塞，若被他们占本交割，后果不堪设想。去安排一下，明日街头，本王要看到一场意外。皇上还真是大方，白赚了一座城当封地，还有1万两黄金。赵玄宁，咱们王府的伙食是不是该改善改善了？你以为皇兄为何答应的这般爽快？朔海城海盗横行，官府早被架空，那就是个烫手的烂摊子。他这是把烫手山芋扔给我们，二皇子绝不会放任我们接手。出宫之后，我们定要万事小心。驸马，马清了，快下田！保护王爷王妃，拦住那辆车！我的妈呀，这是要出人命啊！快躲开啊！这车疯了！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儿子！秦川，把马车挪开。属下遵命。
腹壁贯穿，场馆都拖出来了，没救了。救神仙来了也救不活，别脏了王妃的眼。庸医，你不救，我来救。王妃居然要亲自救人，这腹部贯穿真能救啊！颈动脉搏动微弱，失血性休克。去搬最高度的烧八字，扯干净白布来帷幕。属下遵命。荒谬！王妃难道要当街送刀不成？要是救活了，你把太医院牌匾嚼碎吞下去。居然敢打这么大的赌！要是真救活了，可太神了！宁王妃是信奉了，光天化日动刀还有没有王法？撑住啊，小家伙！阎王爷今天休假不收你。乡亲们，宁王妃是妖女，拿孩童练邪术啊！闭上你的狗嘴！好，老夫就等着你这妖妇怎么收场。大家听见没有？里面连一点动静都没有了，那孩子肯定被大卸八块了。这也太残忍了！上他，给孩子偿命！冲进去，把妖妇抓出来！谁敢上前一步，死！清操完毕，场馆环奈无卡顿，开始缝合腹壁。我的天，真出人命了！这孩子果然没救了。想死没那么容易。没听见里面那孩子已经死透了吗？宁王妃当街虐杀孩童，罪不容诛。宁王妃怎么能这么恶毒？冲进去，不能放过他！立刻冲进去，拿下这个杀人凶手！秦统领，得罪了，来人，冲进去！有气了，有心跳了，我的儿活了，活过来了。只是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还没脱离危险。失血性休克加腹部外伤，感染关还不好说，必须立刻抬回去静养，按时换药用药，一点马虎不得。活了，这都从阎王手里抢回来了。王妃娘娘是活教室啊！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肠子都出来了，怎么救？妖术，这一定是妖术！妖术，本王妃用的是正经外科绝仓缝合术，倒是你庸医误人。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吧？秦川，去把太医院的牌匾摘下。王妃饶命！老臣有眼无珠，老臣该死！打得好，这庸医早就该治了。分层缝合，羊肠线做皮下内缝合，进针角度针距分毫不差，失血性休克加心跳骤成都能拉回来。这是失传的华佗外科圣手啊！天哪，这不是连皇上面不给的孙神医吗？找了半辈子的医术，竟在这里！我没看错吧？孙神医下跪了！这是啥情况？孙神医这般模样，莫不是有事相求？师傅，您刚才缝肠子的手法太绝了，这羊肠线怎么处理？打结怎么才不漏血？您肯教我？端茶倒水倒夜壶都行。放手！大庭广共拉拉扯扯，成何体统？不放！你不答应我就死在这儿！想学外科缝合术，可以，我不做亏本买卖。想当我徒弟，学费可不低。师傅您开价，我攒了不少银子。我不要钱，要你签卖身创，当3年免费苦力，随叫随到，指东不往西，干不干？干！别说3年，30年我都干。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我的天，孙神医居然办事了！这宁王妃也太厉害了。庸医想去哪儿？秦川，把他押去太医院门口，看着他把牌匾嚼碎咽，少块木屑砍他1根手指。王妃饶命啊！王妃做得好，太机智了。进针要深，出针要稳。哎呦，线又打结了，蠢死了！脂肪和橡皮缝合力度能一样吗？重新拆了缝。你这手艺，上战场就是草贱命。是，师傅教训的对，徒儿这就拆。天天在府里切猪肉也不是个办法。赵玄宁，你有没有大片空地或闲置的大院卧？地方越大越好，
最好周围没有杂人。空地，爱妃要大片空地干什么？莫非嫌王府小，想盖赌场还是跑马场？赌你个头！我要建大宁第一座红十字军医院，不仅治病，我还要召郎中教他们缝合消毒。战场上大半将士不是战死，是死在伤口发炎。培养军医送前线，你军伤亡率起码降一半。秦川，本王城南粮仓的地契在你身上。回王爷，在的。那粮仓地盘极大，周围空旷，按王妃构想，改几10间病房学堂完全没问题。城南这块地交给你最合适，往后你要做的事，本王都给你兜底。很好，秦川，带人立刻动工，半个月必须完工。你征战天下的后勤保命底牌，老娘承包了。废物，连一辆金马都安排不好，不仅没撞死他，还让他当街救人大出风头。殿下息怒，谁能想到宁王妃会剖腹救人？现在神医都拜她为师，天天在府里切猪肉呢。军医院，哼，赵玄宁这是想培植势力，收买军心，绝不能让他们把这医院开起来。可是殿下，那医院场地已经动工了，场地建起来又如何？没有药，我看他拿什么救人？去给所有药材商行传话，一根干草都不许卖宁王府。师傅，这地方真气派！您设计的汇粪池和消毒区简直闻所未闻，干干净净的，一点异味都没有。外科手术最怕的就是感染，环境不达标，救活了也会发炎死掉。娘娘，出事了！慌什么？说。属下跑遍京城几10家药行，竟然连一株药材都没买到。掌柜的，这是定金，我要的药材为何还不备货？哟，这不是宁王府的秦统领吗？真是不巧，最近南边发大水，药材减产，咱们商行连一根草根都没了。放屁！我刚才明明看到你们后院还在往外运送成车的草药。秦统领，您吓唬谁呢？实话告诉你，这是上面的意思。整个京城的药商已经联合发话了，宁王府的生意，我们就是把药材烂在仓库里，也绝不做。送客！娘娘，这分明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故意断我们的生路。没有药材，咱们这医院建的再大也是个空壳子，这可如何是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金疮药、退烧草药，咱们拿什么救人啊？那二皇子简直是丧尽天良！断我的药，就凭那帮只会熬草根树皮的老古董。师傅，您难道有囤积药材？老头，今天师傅教你一个新词，叫降维打击。谁稀罕他们那些发霉的破草根？他们不卖，咱们就自己造。秦川，去给我买10缸最便宜的劣质烈酒，越多越好。再给我去集市上收几大筐发霉长毛的橘子和绿毛豆腐。啊，烈酒，发霉的橘子。娘娘，您这是要酿毒药吗？废什么话，快去！我要让这帮垄断的奸商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医学奇迹。师傅果然有办法，太厉害了！我们跟着娘娘干，一定能成。师傅，这酒被您反复熬煮，味儿太呛，呛得能落瞎眼睛，这真能当药用？这叫高浓度酒精，杀菌消毒的威力比你们的金疮药要强上100倍。至于这个叫青霉素，用炭灰细布反复过滤纯正后，能把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感染病患拉回来。这么神奇？各位街坊看看，这宁王府连1两药材都买不到，居然还敢开医馆，进去看病就是等死。我看他们这破牌子能挂几天？救命啊！医馆都不收了，说发了毒疮没治了。推进去。宁王妃，没有消炎的草药，我看你拿什么救这毒疮？啊！包子，水，我想喝水。当家的，你活过来了！神医呀，真的是神仙下凡啊！退烧了，连草药都没熬，居然真的活了！把大门彻底敞开，告诉全京城，传统药行治不了的绝症，我这里包治。真的，我们有救了！王妃这是活菩萨下凡啊！
王妃娘娘，求您发发慈悲，收购了我们的药材吧！商行要破产了，一家老小快饿死了。发慈悲？当初你们联合二皇子断我生路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慈悲？秦川，放狗！活该，早该有这天！恶人自有恶人磨。殿下，咱们的药材封锁彻底败了，破产了！京城几十家最大的药行，竟然在3天之内全部破产，跪在宁王府门口摇尾乞怜。那宁王妃简直是个妖孽，她根本不用咱们卡住的那些草药，她弄出了一种透明的神水和白色的粉末，那些快要病死的贱民只要用上1点，1天之内就能退烧活命。废物，全都是一群饭桶！本王费尽心机布下的死局，竟然被他3天就破了。不仅如此，殿下，现在整个京城的老百姓都把宁王妃当成活菩萨，而且神医像个学徒一样跟在他屁股后面。这军医院的名声已经传出大宁，连邻国都惊动了。好个宁王妃！本王原本以为她只是个替嫁的棋子，没想到竟然成了赵玄宁手里最锋利的刀。既然她名声这么大，给本王就再给她添把火。去，一只苍蝇飞进去也得给我查清楚。草民金百万见过宁王妃。草民是个粗人，不懂官场的规矩，今日冒昧登门是来给王妃娘娘送钱。送钱？金老板这排场恐怕不只是送钱这么简单吧？哈哈哈！王妃快人快语，那草民就直说了。您的军医院里的透明神水和消炎白粉堪称神药，草民的商队常年行走各国，刀口舔血，最缺的就是这种保命的东西。草民想买断王妃手里的神药配方，只要王妃开价，哪怕是10万两黄金，草民也绝不还下。10万两黄金？金老板，你拿我当叫花子打发？配方不卖。王妃这脾气真对我胃口。10万两黄金说不卖就不卖。王妃娘娘，这可是10万两黄金的天价呀！如果您是嫌少，别白费心机了。那神药的配方就算给了你，没有我的手法你也造不出来。但我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区10万，而是要送你一场断天下泼天富贵。王妃的格局也太大了，垄断天下的泼天富贵。想赚大钱就跟我进来。你的商队路线遍布大宁、南庭、北狄，甚至远达西域。你手里掌握的不是钱，是货物的流通命脉。王妃竟然对草民的商路如此了解。配方是我的底牌，我绝不会卖，但我们可以合作。你出商路，我出药。我要把这神药卖到全天下每一个有战争又商上的角落。这是要把生意做到全天下呀！金老板意下如何？王妃娘娘好大的口气！草民承认您的药是天下一绝，但没人能平平安安把货运出去，商路凶险，打点全是我拿真金白银填。合作可以，利润我要80%，王府出药拿20%，以示给王爷面子。放肆！奸商太嚣张，你跑个腿就敢要80%？82分，金老板你没睡醒吧？本王妃免费给你上商战课。第一，我要引入股份制，成立跨国商行，我占绝对控股权，你是独行党制。第二，我要把供应链打包。股份、供应链，这都啥呀？从种植到生产、运输到终端，全部垄断，这叫产业链闭环。谁敢插手断谁的货，我要让全天下传统药商3年无药可卖。你这哪是做生意，是要吞了天下呀！这就是我的王妃，她的战场比千军万马还恐怖。现在规矩由我定，利润我8你2，不干，门在那边。秦川送客。别，我干！别说2成，1成也干！草民这就去拟定契书。契约一成，经济命脉就全攥在我手里。从今天起，宁王府就是天下隐藏的首富。父皇，儿臣有本要奏。近日，宁王妃创立军医院，救死扶伤，研制神药，可谓名满天下，百姓感恩戴德。不错，宁王妃确实是女中豪杰，为我大宁立下汗马功劳。父皇明鉴，
如此惊世之才，若是只留在京城后宅，实在是暴殄天物。儿臣听闻新收复的边境重镇朔海城，如今海盗横行，官商高洁，民不聊生。儿臣恳请父皇下旨，让宁王妃即刻启程，亲自前往朔海城赴任城主。以王妃的雷霆手段和通天商才，定能剿灭海盗，将朔海城治理的繁荣苍生。赵进，你少在这里包藏祸心。朔海城有多凶险，你心知肚明。宛在她一个弱女子，岂能去那种龙潭吐穴？皇上，臣弟绝不同意。宁王殿下此言差矣，老臣认为二殿下言之有理。小女婉堂虽是女儿身，却性情刚烈。既然朔海城是他讨要的封地，他理应去平定叛乱，为皇上分忧。老臣绝不因她是自家女儿就徇私偏袒。陆伯言，你连亲生女儿的命都要拿来邀功，竟然卖亲生女儿求荣，这陆大人也太过分了。王妃在国宴上能徒手废了南庭贤王，还能当街剖腹救人，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莫非宁王是想将朔海城据为己有，不肯为皇上分忧？好了，陆爱卿宫中体国，说的有理。既然封地是宁王妃自己要的，这乱局自然该她去平。传旨！这也太欺负宁王了。赵进和陆伯言这两个畜生，竟然在早朝上联手逼父皇下旨，派你去朔海城剿匪。让我去朔海城剿匪？朔海城现在是一座死城，海盗和水匪勾结，去了就是送死。你放心，本王哪怕暴露底牌，直接抗旨，也绝不会让你离开京城半步。我现在就去安排暗卫。王爷、娘娘，宫里的传旨太监已经到前厅了。特命宁王妃即日启程前往朔海城赴任，平定海患。钦此。劳烦公公回去转告二皇祖和我那个好父亲，这烂摊子本王妃接了。哎呦喂，我的老腰！师傅啊，您去当城主，干嘛非要把我这把老骨头也拉到那穷山恶水去啊？怎么想违抗师命？你那缝合术才学了个点皮毛。到了朔海城，海盗多的是，正好给你练手。徒儿不敢，徒儿誓死追随师傅。娘娘，全队车马人手与物资均已清点妥当，唯有队尾内亮载着您从府中带出的黑天木长箱的宽轮车，车身过重，山路恐难行速。属下请示，是否加派一队暗卫，沿途贴身看护，以防有事？不必兴师动众，挑2个沉稳可靠的兄弟跟着便是。里面不过是件旧时防身的物件，寻常毛贼碰不到它。真到了要用它的时候，也该是对面的人吧。属下遵命。去了朔海城，万事小心。二皇子的死士一定会在半路截杀，若遇危险，立刻撤退，一切有我。还有那件东西，威力过剩，非绝境不可轻动，免得惊了旁人。平白落下话。乖乖在京城装你的病，别乱跑。等老娘在朔海城把商路铺开，赚够了军饷，就回来包养你。我的天，娘娘和王爷果然是天作之合。至于那东西，我心里有数，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让他见过。特战队听令，出发！遵命，誓死追随娘娘。出发！师傅也真是的，放着京城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来这鸟不拉屎的朔海城，这一路连个鬼影子都不见，瘆得慌。全军警戒，保护王妃马车。放箭，一个不留。哎呦我的娘哎，杀人啦！下去看看，砍下宁王妃的脑袋，回去复命。不好，中计了！撤！我们中计了，快撤！既然来了，还想走？关门打狗，放箭！主子神勇，誓死追随主子！你这妖女！让我看看是哪条疯狗派你们来咬人的。二皇子赵进还真是看得起我，派了这么多精锐来送死。殿下不会放过你的。他放不过我，我不知道，但我陆婉堂的规矩是，谁敢伸手，我就剁了谁的手。谨遵主子号令。秦川，
属下在。把这群死士的脑袋全砍下来，找个大木箱装好，用硝石淹上，800里加急送回京城二皇子府，就说是本王妃给他的一点回礼。是。清理战场，从速前进，直奔朔海城。哟，好肥的羊啊！哪条道上的？懂不懂咱们朔海城的规矩？想进城，一辆车留下100两过路费，女人留下陪大爷们乐呵乐呵。瞎你们的狗眼！这是朝廷信奉的朔海城城主宁王正妃的车队。去，把车尾那只黑箱子抬过来，架在车洋上。娘娘，你要动用那件东西？跟这种听不懂人话的东西，没必要费口舌。怎么拿个铁管子吓唬爷爷？爷爷，我是吓大的。规矩，本王妃来了，我就是规矩。不服的，现在就可以去阴曹地府告我。秦川，全绑了，挂在城墙上示众。把这东西收好，进城接管府衙。属下遵命。娘娘。城内的粮商和布商全都被二皇子的残党和当地黑恶势力联合控制了。他们听闻您爆头了黑龙帮老大，现在集体避世，切断了全城的粮食物资，1厘米都不肯卖给我们。师傅，这可怎么办？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们带的人虽多，但总不能把城里的商人都杀丧吧？大家还饿着肚子呢。断我的粮，跟我玩经济风俗，他们真当我是那些只会念4书5经的古代酸儒？师傅还有后手，娘娘必有破局之法。秦川，去外面把府衙的大门拆了，把咱们带来的几10口大箱子全给我抬到街市正中央去。开箱！我的妈呀，这么多金子银子，这王妃底气也太足了。听好了，本王妃今日成立皇家商会，城外所有的商路我已经打通，从今天起，凡是加入我商会的，粮价翻倍收购；不加入的，老娘用10倍的钱把外面的粮食运进来，低价刺销。我的天！这王妃也太狠了！看看你们骨头硬还是老娘金子多？以本伤人，我让你们全家跳海！太解气了，早该治这些奸商。想来咱们以后再也不用被坑了。东家不好了！金老板的跨国商队拉来了几10车新米，就在咱们街对面支了摊子，价格只有咱们的1/10，根本不要限量。城主。他一个娘们烧几个钱，等他金子耗光，全城人跪着求我。活了，咱们老百姓终于有活路了。王妃娘娘真的是活菩萨呀！多谢娘娘救命之恩，咱们再也不用吃观音土了。王妃娘娘，草民知错了，粮仓里的陈米全发霉烂掉了。钱庄大叔堵在我家门口要砍我手，求你慈悲，给点银子收了草民的铺子吧。早干什么去了？娘娘说了，自己选的绝路，跪着也得走完。滚！娘娘，海盗上千名海盗倾巢而出，趁夜屠城来了！谁敢后退一步，立斩无怨！这将军好狠，不敢跑了。娘娘，敌众我寡，守不住这破城墙，必须立刻撤退。撤？老娘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既然守不住，就不守。秦川，传令开城。这是要干什么？开城门？海盗直入？让他们进城，我们占领两侧制高点，暗卫上弩，交叉火力，叫海盗打巷战，关门打狗。娘娘这计策太绝了！哈哈哈哈哈哈！宁国的软骨头自己开门投降了，兄弟冲！男杀光，女抢光！杀！啊！有埋伏！门关了，
出不去了！完了，中计了！贱人，你敢阴我！压箱底拿上，轰碎两边楼！是破甲床弩！娘娘快隐蔽！是军中的重型破甲床弩！射死那个贱人！发！娘娘！宁王妃，老子轰成一泥！老大威武，杀了宁王妃，杀尽废墟，抢光财物！想拿这些破木头压我，做梦！他到后方了，拦住他！晚了，送你上西天！床弩炸了，快给我啊！给我把它剁成肉酱！该死，体力跟不上了。你是什么人？怎么过来的？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死。抱歉，我来晚了。毒性发作了，无妨，先清场。行，先清垃圾，再叙旧。别这副表情，就是擦伤。倒是你这颗黑芝麻汤圆，隐忍蛰伏了这么多年，今天怎么突然舍得暴露你武功的底牌了？不怕你那皇帝哥哥知道了，不惜一切代价派大军来绞杀你？噬心散未散，的确需要蛰伏，装将死废人，麻痹精中，但前提是不能让你身犯险境。蛰伏本为必杀，他们先破，那就该我们掌局。既然你不打算继续缩在龟壳里了，那你的命，我陆婉堂正式接管，最多3个月，我把你这该死的噬心散连根拔起，你失去的一切，我陪你一笔一笔讨回来。先坐下，剩下的事明天再说。懂大刑吧！老子海上舔血半生，皱眉算我怂，想套老子话，做梦！嘴硬，秦川，挑断他的手脚筋。王爷，太血腥了，文明人对硬汉用刀太粗鲁。你想干什么？特制审讯药，麻痹神经，毁意志。意志再强，吃下去也守不住。你也可以硬扛，就是后半辈子也多半是个傻子。告诉我，那些军用床弩是谁给你的？是京城的二皇子殿下，他让我们封锁朔海城海路，杀了宁王妃，还有账本藏在黑龙帮聚义厅的佛像座子下面。果然是赵晋那个蠢货，为除掉我，通敌叛国都敢干。铁证如山，有了这本账，我看二皇子这次还怎么翻身。账本牵扯极深，普通进士回京必被死士截杀。京城都以为本王还在宁王府养病，今夜本王就亲自带暗卫星夜潜回京城，走当年留下的密道入宫，将这账本面呈皇上。好，趁他病要他命，你回去捅他老窝，朔海城这边的防务我来守。这是临时压制药，
撑不住吃一颗，不许全力动武。你要是倒在半路上，我找谁讨账去？等我回来。赵玄宁，你不是在宁王府养病吗？你的腿你是怎么闯进宫的？陈帝持先皇金牌，携通敌铁证入宫，托皇兄的福，陈帝这双腿还没废，命也还在。不过二皇子干的好事，快作死大宁江山。皇兄现在看完账本，亲自处置，还是等明日满朝皆知，再当松钦百臣会议？呈上来！这个畜生，竟然敢私吞军饷，倒卖军用床奴给海盗，这是要挖断大宁的根基啊！边关将士浴血奋战，他却在后方倒卖军械，皇上打算如何处置？皇帝，他毕竟是朕的孩子，容朕再想想。800里加急，南庭国撕毁合约，集结10万大军突袭我大宁边境，守将战死，边关连丢3城。南庭大军势如破竹，直逼腹地呀！朝中武将青黄不接，如今还有谁能领兵迎敌？大宁危矣呀！大宁，还有本王。你能领兵？陈帝身上的奇毒已被王妃彻底医好，只要本王还有一口气在，南田的铁蹄就休想踏入大宁半步。陈帝请战。好，朕即刻下旨，拜你为兵马大元帅。娘娘，京城传来的天字号急报，是玳瑁姑娘动用绝色情报网最高权限发来的。南庭国10万大军犯境，连夺3城。王爷在御书房请命出征，此刻已率大军直奔边关了。10万大军压境，边关凶险万分。娘娘，咱们该如何是好？慌什么？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和银子。赵玄宁在前线杀人，老娘就在后方给他递烧。黑芝麻汤圆，京城的事我已尽知，你只管放手去杀，没我的允许，阎王爷也不能收你。至于粮草和药材，我皇家商会全包了。有妻如此，本王何惧？护好自己，待本王凯旋，拿南田皇帝的狗头给你当球踢。秦川，立刻飞鸽传书给京城的玳瑁，让他动用情报网，死死盯住二皇子。遵命。娘娘，王爷在前线陷入死局了。南庭大军太强，不是南庭，是自己人。二皇子的人扣军粮。二皇子居然敢扣军粮，这是要置王爷于死地呀！王爷10万大军被困落雁谷3天，粮草断绝，士兵饿得拿刀的力气都没，再等2天就全军覆没。赵进，你找死！来人，把朔海城钱庄的库房全给我砸开！师傅，您这是要干什么？倾尽我在朔海城赚的每一分钱，买空全城凑口令，立刻组建武装商队，老娘亲自押粮去前线。王妃大意，我们跟着您干。我等愿听王妃调遣。宁王府押粮队持先皇镇边金牌，驰援前线，松开城门。本将奉二皇子手谕严查商队，没有兵部文书，谁也不许过。这帮狗官要断我们活路。毕竟是王府人，合适吗？擅闯兵阵，形同谋反。弓箭手准备，放箭！前线10万将士在挨饿，你拿二皇子手气压军府。我最后问你一遍，开不开门？
宁王妃涉嫌通敌，给本将放箭，就地格杀！娘娘小心，他们疯了，竟敢公然劫杀失败王妃！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先皇镇边金牌在此，见金牌如见圣上。战事节制沿途所有州府兵马，谁敢放箭，等同谋逆，诛九族！妖女伪造金牌，别信她，继续放！劫杀钦差，谋逆误军，3罪并罚，敬酒不吃吃罚酒。秦川，爆破准备。是。炸开城门。评判之后，首座必究，胁从不问。领命，爆破组上！王妃威武，我们能进关驰援了！全军听令，踏平城门，火速驰援边关，负隅顽抗者，杀无赦。腿已经全烂了，毒气攻心，撑不过今夜。准备草席吧。放屁！只要还有一口气，能截掉腐肉保性命。截腐肉救人，这是什么法子？王妃真能救回咱们兄弟？救不算没救。神医，摆台。师傅，器械、烈酒、羊肠线都备好了。大腿中下1/3坏死，保不住了，立刻高位截肢，酒精反复冲洗创面，先结扎大血管，再分层缝合。居然真的止住血了！王妃娘娘这是从阎王手里抢人啊！混账东西！军营重地，岂容你一个妇道娘子在这里胡作非为，用邪术折磨将士，扰乱军心！来人啊，给本监军拿下这个奸夫，就地正法！宁王妃，你敢纵容手下殴打朝廷命官？本官是二殿下亲自任命的监军，我要上奏皇上，诛你9族！诛我9族，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啊！我的手！那是南庭国的密信。监军居然通敌，太过分了！扣押10万大军粮草，暗中给南庭国通风报信，暴露我军阵地。你这个卖国求荣的畜生，也配谈军规？秦川，把这狗东西拖到点将台去。本王妃敕先皇金牌战时先斩后奏，今日就用他的人头正军法。王妃要为我们做主啊！王妃英明，杀了狗监军！此人身为监军，私通南庭，扣押粮草，贻误战机，致我军将士死伤惨重。本王妃持先皇镇边金牌，代天刑罚，按大宁军令，通敌者斩。娘娘饶命，这都是二殿下指使的，下官是被逼的。大宁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后方断其粮草，卖国通敌。今日本王妃就用你的狗头祭奠我大宁战死的英魂。王妃千岁，大敌报国，杀！大宁的缩头乌龟们，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的战神宁王，怕是早就毒发烂成一滩泥了吧？还不快快出城投降，把你们的王妃送来给本将暖床！宁王，是宁王殿下！怎么可能？他不是毒发了吗？敢辱本王的王妃，死！赵玄宁，天黑拔营休整，宁破晓巨兽攻城，大宁覆灭。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夜晚吧！这是南庭失传100年的机关巨兽，装甲极厚，
一旦明日破晓让他靠近城墙，我们撑不过半个时辰。装甲再厚，也防不住从天而降的打击。秦川，清空铁匠铺，速调工匠，备青竹防水兽皮。只有不到4个时辰就天亮了，你要干什么？给南听皇帝准备一份惊喜。万堂，你从昨夜开始就没合过眼了。那攻城巨兽刀枪不入，连重型床弩都射不穿他的装甲。你连夜赶制的这些木头架子到底有什么用？地面上的重弩射不穿侧弩，那如果从天上直接扔炸药进他毫无防备的核心齿轮呢？天上人怎么可能飞上天？这叫滑翔翼，明早只要借着东风，老娘就能从城墙上飞过去。居然能飞到天上去！要是真成了，咱们就赢定了。给我砸！今日必破此城，活戳赵玄宁！东风已至，起飞！飞起来了，那是人还是鸟？我见鬼了！尝尝现代物理的制裁，走你！王爷，娘娘，出大事了！说，800里加急密报，二皇子趁您在外征战，在京城发动兵变，他已经软禁了皇上，包围了皇宫，企图强行登基，京城彻底沦陷了。腹背受敌，南庭大军虽然受挫，但主力未灭。我若此时撤军回京，边关10万将士和百姓必遭屠汰。边关你来守，京城我去平。二皇子那个蠢货敢抄我们后路，我就去把他的老窝连根拔起。京城现在全是他的叛军，太危险。我带特战精锐走，擒贼先擒王，不用打阵地战。你给我死死盯在这里，不许退半步。等我平了京城，回来接你。秦川，挑500暗卫精锐，若王妃少1根头发，提头来见。末将听令。城门是金铁门纱顶住的，强攻伤亡重。强攻？本王妃字典里没这俩字。定向爆破准备。点火！竟然真的炸开了！出啊！杀了叛军！是重甲铁桶阵，刀砍不透。这可怎么冲过去？哈哈哈哈哈哈！宁王妃，今天这就是你的葬身地！救命啊！有种你下令放箭啊！踏百姓过来啊！都老实点，乱动立刻砍了你们！畜生，谋反作乱，竟敢裹挟百姓！娘娘，怎么办？一旦陷入僵持，叛军援军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不嚣张了？把兵器放下，跪地受降，否则我一炷香杀10个百姓，看你们宁王府能不能担得起屠民的罪名。不用管肉盾，秦川，盾牌阵正面牵制，吸引他注意力。距离140米，侧锋2级，2名百姓尖缝间隙不足8厘米，躲在肉盾后面就安全了。天真。
反贼头都死了，我们活了，快投降免死啊！敌将已死，放下兵器者免死。先救百姓。别过来！你再往前走一步，本王就杀了你亲爹！我疼，我的乖女儿，你快退兵啊！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为父死吗？乖女儿，陆尚书，你当年纵容外室，气死我娘，拿我当替死鬼去冲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天谴？你这逆女，你不管我的死活了！陆万堂，你装什么冷血？你敢弑父，全天下的人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立刻让你的人放下武器退出去！对，退出去！弑父的名头我嫌脏，但如果你觉得他能当你的化身符，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这个疯女人！这一脚是替边关断粮的10万将士踩的。勾结敌国，谋反逼宫，就你这脑子还想做龙椅？下辈子投胎做个乾隆虫吧。二皇子也太丢人了，就这德行还想当皇帝？宁王妃救驾有功，这重重有赏。赏就不必了。谋逆首犯以擒，余党按律清查。秦川，清点人马，立刻布防皇城，等候王爷旨意。报！800里加急大捷！宁王殿下阵前追击，一枪挑落南庭皇帝，敌军全线溃败，大宁胜了！我们胜了！大宁胜了！宁王殿下千岁，千岁！但殿下追击中了南疆绝毒暗箭，箭毒触发体内噬心散余毒，双重毒性攻心。军医说，殿下撑不过3日了。什么？殿下中毒，撑不过3日？赵玄宁，你敢死试试看！秦川，牵出京城最快马，备好伤药解毒药，老娘即刻去边关，传令禁军守城。二皇子罪证急送边关，我不在，别乱。孙神医没救了，毒气已经逼近心脉，王爷的脉搏越来越弱，准备后事吧。放屁！我师父还没来，谁敢说他死了？给老夫继续灌解毒汤，补住心脉。赵玄宁，你这个骗子！说好等我回去一起算账的，你躺在这装什么死？娘娘，王爷毒入血脉，其毒攻心，全给我滚出去！毒入血脉就先放血排毒，再用强心散吊住气血。他现在是毒性堵在血脉里攻心，先把表层毒血排出来，才能给汤药争取起效的时间。师父不可呀，王爷本就失血亏发，再放血排毒，太凶险了。您几天几夜没合眼了，这会儿连您也熬垮的啊！闭嘴！不是全放，是定点放静脉毒血，严格控量，只排到能护住心脉的程度，绝不多放。今天别说是凶险，就算是拼着风险，我也得把他给我拉回来。黑芝麻汤圆，你要是敢就这么死了，老娘立马带着你的全部身家改嫁，让你在地下气得诈尸！王八蛋，你终于醒了！活了！
真的活了！放血清了表层毒血，银针稳住了心脉，汤药也把毒性压下去了。师傅这一手，简直是从阎王手里抢人呐！别高兴太早，只是稳住了，余毒还没清干净，后续还要慢慢调理。启禀王爷娘娘，前线探子来报，南平国皇帝战死，10万大军群龙无首，已经彻底退散。南平新军已被吓破了胆，连退300里，送出降书愿歌3成，赔岁币。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大胜！我们大胜了！算他们跑得快。外患已平，接下来该回去收拾内鬼了。朝中还有2皇子的余党，太后那边也不会安分。传令全军3日后拔营，班师回朝。剩下的账，我们回究一笔一笔算。战神千岁，王妃千岁，战神千岁，好一个战神千岁！百姓眼里到竟还有没有朕这个真命天子？告诉御膳房，今晚庆功国宴，拿出朕珍藏的碧血酿，他功高盖主，朕要赏他体面的救急犯发暴毙宫中，殿外埋伏刀斧手，衰卑为号直接动手，对外设为旧毒发作轰事。遵旨。听好了，陛下有旨，若宁王饮下毒酒便罢，若他识破，殿内衰卑为号，立刻冲进去格杀勿乱。遵旨。宁王此次大破南唐，扬我大宁国威，劳苦功高，敬战神殿下。慢着，宁王乃朕的血脉至亲，普通御酒怎配得上战神之功？赐酒，把朕珍藏30年的碧血酿倒上。宁王喝了它，你我兄弟便再无戒隙，过往种种一笔勾销。皇上赐的酒哪有随便喝的道理？殿下余毒刚清，御医叮嘱不能沾烈酒。放肆！宁王妃，你竟敢阻拦朕赐酒，质疑朕的御酒，你是想谋反吗？皇上既然提到了谋逆，那臣妾今天倒想让满朝文武看看，到底是谁居心叵测。这御酒里居然真的有毒！竟然真要杀战神殿下！足量的千居散，皇上狡兔死，走狗烹。殿下刚在边关守住大宁万里江山，您连庆功宴都等不及，要毒杀亲弟。这杯酒若是喝下去，寒的是大宁将士的心。既然你们急着找死，这就成全你们。来人，把这2个犯上作乱逆贼拿下，就地正杀！启禀王爷王妃，殿外1000御兵已全部肃清，皇城9门已被玄甲军全面接管。府兵怎么全没了？玄甲军是玄甲军来！陛下密谋毒杀功臣，意图构陷亲王谋逆，证据确凿，谁敢动王爷王妃一根汗毛？按同谋论处，杀无赦！赵玄宁，你敢调兵包围皇宫，你这是造反，是篡位！造反？本王若要这皇位，当年父皇驾崩时，你连坐上去的资格都没有。这居然是真的！景和3年，你暗中克扣边关粮草，害死镇国公满门忠烈。景和5年，你为了削弱本王的兵权，竟暗中向敌将泄露行军路线，致使落马坡3万先锋军全军覆没。今夜更是毒杀功臣，企图构陷亲王。为了保住你这可悲的皇位，你连大宁的万里江山都可以出卖。你这种失德昏君，也配坐在龙椅上指手画脚。皇上啊，你竟为了猜忌坑杀我大宁3万英魂，你愧对列祖列宗啊！朕是天子，朕才是95之尊，你不能杀我，你杀了我，你就是乱臣贼子。就这么杀了你，太便宜你。大宁的天下，列祖列宗都需要一个交代。秦川，拿纸笔来，让他自己写罪己诏和退位诏书，把他的罪行一字一句昭告天下，存入皇室御籍。写。国不可一日无君。殿下战功赫赫，又是皇室遗脉，臣等恳请殿下登基称帝，挽救大宁苍生。恳请殿下登基。本王对这冰冷个人的椅子没兴趣。即日起立皇孙为帝，本王暂代摄政王，掌府府理朝政，辅政至陛下亲政。谁若敢欺主年少，祸乱朝纲，本王的铁骑随时踏平他的9族。王爷英明，臣等谨遵摄政王令。霸气，不过这国库空的连耗子都得连夜搬家。先皇把钱全败光了，新皇登基总不能喝西北风。夫人打算如何？自然是让这些脑满肠肥的蛀虫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走，回家休息，明天一早咱们开朝收账。
摄政王王妃娘娘，不是臣等不愿替国分忧，实在是大宁连年征战，臣等家中的底子早就掏空了。如今大家连买米下锅的钱都凑不出，您就算杀了我们，法不责众。难不成您还能把半个朝堂的大臣全杀了？既然你们说家里没钱，那我只好亲自帮你们找找。戴瑁，把刑部与情报司得罪过的贪腐卷宗给各位大人念一念。户部尚书李大人，你说你连米都买不起，那你藏在城郊八里庄别院那口枯井下面的30万两黄金，是地里自己长出来的？他藏的金子居然被查到了，这王妃居然连这么隐秘的事都知道。景和7年，你兼修皇陵，贪没的20万两工程款，你怎么知道？工部侍郎王大人，景和4年修筑黄河堤坝，你贪污修河款1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你把银子全铸成了银凝瓜，砌在你小妾娘家的地窖墙里，法不责众。不好意思，我陆婉堂做事只讲精准打击。这王妃做事也太飒了，这下没人敢再耍花招了。秦川，带玄甲卫协同刑部，按着卷奏上的地址去查抄赃款，人证物证俱全，按律定罪，少一个口板，就按贪额加倍追缴。王妃娘娘，臣知罪，臣愿意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国库，求娘娘留臣一条狗命，给臣留一条活路吧。钱国库没收，至于活路，革职抄家，贬为庶民，流放3000里，情节轻者革职留用，戴罪立功。摄政王处置得当，大宁幸焉。臣等遵旨。来人，按律处置，押下去。宁王妃好雷霆的手段，贪官是轻了，但这宗室规矩、后宫体制也该立立了。宁王身为摄政王，只守着你一个正妃，子嗣单薄，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太后所言极是，王妃虽有大功，但善妒乃七出之条。宗人府都管不着的宗学内务，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言官指手画脚？宁王竟为王妃当众驳斥言官，这言官怕是要心无不法。看来今日这金銮殿上流的血还不够多。赵玄宁，你难道要为了一个女人违抗祖制，被天下文人唾骂吗？祖制？老妖，你拿这套裹脚布吓唬谁呢？王妃竟敢当众辱骂太后，这真是出大事！后宫不得干政，是太祖皇帝立下的体规。太后身居后宫，本该颐养天年，如今却跑到金銮殿上干涉宗宿婚配，插手朝堂人事。敢问太后，这是违的哪门子祖制？戴瑁，太后相中的那几位世家贵女，给各位大人念念他们的品行。工部尚书嫡女，上个月刚跟城南的落榜书生私奔被抓获；镇军大将军之女，在后院偷偷养了3个男主。太后，您确定要把这些贞洁烈女塞进宁王府，丢皇家的脸？小女的私事怎么被翻出来了？太后这回脸可丢尽了。你休要血口喷人！我不喷人，我只讲事实。想往宁王府塞女人是吧？可以，这是和离书。我陆婉堂今天把话撂着，只要这几个女人踏进王府一步，我立刻签字。毕竟王府内政由主府做主，太后越权干涉，臣妇容不下这尊大府。算你识相，你走了，大宁有的是好女人伺候宁王。你以为我走就算了？我前脚合理，后脚就会让情报司。他是怎么知道的？把你当年怎么弄死先皇宠妃，怎么在冷宫里用野种换太子，怎么扶持外戚把持朝政的所有铁证，贴满京城的大街小巷。这王妃真是个狠角色呀！我要让你这太后被全天下人的唾沫星子活活淹死，让你儿子的罪己诏上再添一后宫乱政的罪名。王妃息怒，臣等该死！殿下绝不纳妾，求王妃手下留情啊！怎么，舍不得那些送上门的美女？王爷居然把和离书撕了！和离书这辈子你都等不到。既然进了宁王府的门，就别想着走。都竖起耳朵给本王听清楚，本王这一生
只取陆婉堂一妻。谁若敢再提半个字，不论皇亲国亲还是三朝元首，按离间宗室论处，诛他九族。臣等遵罪，王妃前。主子，京城官员的底细已全部肃清，南疆余孽暗桩名单、江南商会底牌已全在角色手中。边境3位将军那边也按王爷吩咐完成了兵权拆分，互相制衡，无人能独掌大军。很好，朝堂上的蛀虫清干净了，兵权也稳住了，现在连个能让我动手扇巴掌的反派都找不到了。觉得京城这金丝龙没意思了？是挺无聊的，没有反派可以打脸，没有奸商可以抄家，我想念江南的水乡了。再说你余都刚清，也该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养，总留在朝堂耗神。只要你想，本王说不要就不要了，我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殿下，您这是？天下已定，四海升平，3位辅政大臣已选定，边关兵权已拆分妥当。本王即日起辞去摄政王一职，交还天下兵龙虎符。殿下不可，大宁不能没有您啊！若无殿下震慑，周边敌国恐会卷土重来。本王只留战神封号，若他日外敌敢再犯大宁疆土，本王自会提枪上阵。至于平时这些争权夺利的琐事，你们自己玩吧。本王要陪王妃去游历天下了。战神千岁，王妃千岁。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赵晋一败，你们就打算彻底弃了我这颗废子。主上从不会忘了旧人，贵妃娘娘当年能从末等才人坐上四妃之位，靠的是谁？娘娘心里清楚。本宫当然记得，20年前是你们的人帮本宫毒杀了当时挡路的德妃，压下了本宫父兄贪墨的烂摊子，踩着满宫的人命把本宫推上了贵妃的位置。当年约定好的，本宫在宫中替你们铺路，安插人手，传递京中消息。你们助本宫的儿子登上帝位，现在赵晋死在午门，本宫被褫夺封号，终生禁足在这方寸之地。宫里的人脉散的散，倒的倒，能替你们做的本宫都做完了。从这牌子物归原主，本宫与你们两不相欠。娘娘觉得主上花了20年布的局，就只为了一个不成器的二皇子。你什么意思？二皇子不过是一步闲棋，用来搅乱朝堂，试探宁王深浅罢了。娘娘身在宫中，就算禁足，也比旁人方便多。主上有令，你继续盯着宫里的动静，小皇帝的起居作息，经营的换房班次，宁王府在京的暗线驻点，有消息照旧按旧路子递出来。本宫都成了阶下囚了，你们还不肯放过？阶下囚有阶下囚的用处，娘娘若是好好办事，未必不能还你一个太后的位置；若是不肯，可就不好说了。虎符真的交了，不后悔？那可是全天下男人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权位本就是用来守降守的人，比起坐在朝堂上勾心斗角，跟着你走南闯北，倒也痛快。觉悟不错，秦川驾车，目标江南。老娘要去给南边的商会一点现代资本的震撼。战神殿下，王妃娘娘。草民们知道留不住您二位，这是自家母鸡下的蛋，您带着路上吃啊！若没有殿下和娘娘，咱们老百姓早就被战火和贪官逼死了。娘娘的救命之恩，咱们世世代代立长生牌位供奉。鸡蛋本王妃收下了，都好好活着。要是以后大宁的皇帝敢苛政，本王妃再回来带你们造反。娘娘万岁！我们都记着了，我们等娘娘回来。终于清静了，咱们第一站去哪儿？江南。此时正是烟花3月，水乡秀美，最适合休养生息。咱们这次去江南，什么朝堂纷争，什么商会账本，统统抛到脑后。咱们就隐姓埋名，当一对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富贵闲人。娘娘放心，属下连江南西湖的画舫都提前让人定好了。咱们到了江南，直接去游湖赏景。算明白了，松江府货走南洋，利润翻3倍。咱们把港口建起来，再开几家远洋商号，到时候把硕海城的事交代妥当，情报网交给大夫他们盯着。咱们在太湖边买座园子，养鱼种花，谁爱管朝堂那些破事儿，谁管去。都依你。当年在京城装病蛰伏，本就是为了自保平乱。如今天下安顿，小皇帝虽年幼，却不算昏庸。
这江山总不能靠我们俩扛一辈子。你想赚钱就赚钱，想归隐就归隐。江南山清水秀，正适合过几年安生日子。王爷、娘娘，松江知府率官员已在码头迎候，造钻厂地基、军医院选址都按图纸勘定好了。安生日子先放放，港口、庄场、海防这几桩事得先落地。一来是给大宁钻住海上的财路和生路，二来，二皇子倒台抄出的密信里，那股勾连海匪的势力、私运军械的势力，根子就在东南。另一半，就是得把这颗国门边上的雷拔了。不错，海匪不除，漕运不稳，江南再富也是砧板上的肉。既来了，就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效率比之前快了3倍啊！终于能买得起救命粮了。主子、娘娘，前面的事都顺了，可朔海城传来消息，发往封地的3批物资接连被劫，押送的20名特战暗卫全员失踪，现场无打斗痕迹，只找到这个。20个特战暗卫，就算遇上海盗主力，也不可能连求救信号都发不出来。对方下手太干净了。劫走的是什么路线？是新改的近海隐秘航线，外人绝不知道精准时间航线。对方是分兵穿插，定点设伏，专打船队首尾，先断通讯，再合围，一击即退，绝不恋战。这不是海匪的野路子，是标准特战伏击战术。咱们想躲清静，可人家不打算给咱们清静。这不是普通海匪劫道，是冲着宁王府和东南国门来的。传令水师加强巡防，朔海城守军进入戒备，查挖地3尺也要把这伙人的根子挖出来。等下月首趟南洋船回港，利润扣掉船厂和军医院的开销，刚好够拿下这座园子。到时候围一片桑田，再挖个药铺，咱们就彻底当个甩手掌柜。娘娘，出事了！城里冒出来个万通银号，10日开了7家分号，存息比咱们高1倍，百姓都把银子往那边存，他们还集中抛售生丝压价，咱们铺子里的存货已经浮亏30%，再这么下去，江南生丝定价权就要被他们赚走了。高息吸储，做空市价，先击垮本地银号，再垄断生丝渠道。老掉牙的庞氏骗局加做空套路，也就骗骗古代人。传令下去，所有分号暂停长期放贷，收拢现金流。放出消息说，皇家商会下月要联合南洋13家商行，按保荐价无限量收生丝。另外，去查万通银号的后台，他们的本金来路、生丝囤货的仓库，1日之内我要全部明细。娘娘，咱们不先托市吗？托市太便宜他们了，等他们把家底全砸进生丝里，咱们再出手，连本带利一口吞掉。想动我的钱袋袋，也得看看有没有那个牙口。师傅，存的青霉素干粉大半变质，3个学外科的学徒中毒身亡。药房后窗被撬过，守卫被人打晕在后巷，是冲着药材来的。娘娘，下手的人轻功极好，全程没留下多余痕迹。这粉末是从窗台上刮下来的，番邦产的催腐剂，中原根本见不到。不是硬闯，是配了钥匙提前踩过点。要不是直接下毒，是用催腐剂破坏了密封环境，加速变质。懂药理，懂咱们的祖工艺，内鬼就在军医院里，而且是近1个月新进的。第一，封院，所有人按手印核对行踪，重点查禁30天入职的杂役药徒。第二，把京城运来的备用药材转移到地下密室，加派暗卫3班轮动，所有注出药材双人核验。第三，孙神医，你立刻带人重新提存一批青霉素，配方拆分3份，分开制配，绝不许单人接触全流程。谁派你来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想死？没那么容易。戴帽，交给你，按特工审讯流程来。我要他肚子里所有的东西，另外顺着他的联络点查，能挖多少挖多少。重点查货物来路，那催腐剂是南洋番虎，我要知道他们的海路在哪。师傅，您这反应也太快了。再晚半天，咱们的核心药材就得全毁了。
对方出手太准，招招打在7寸上，连番帮的货都能弄进来，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从今天起，军医院、商会、船厂所有核心点位全部升级安保。咱们想安安稳稳过日子，有人偏不让，那就先下手为强，把他们的爪子一根根剁了。听秦川说，你一下午就端了对方3个联络点，还套空了万通银号的本金。顺手的事儿，他们想做空生丝，我就放副消息引他们加仓，反手把他们的囤货低价吃了，连带着万通银号的本金也套了大半出来，刚好补军医院的损失。但这事儿不对劲，不管是金融做空的路数，还是投毒的手法，都太超前了。而且崔府记是南洋货，他们的根不在江南，在更南边的海上。你是说他们的老巢在南洋？10有8九，松江只是他们北上的跳板。我已经让戴帽盯紧了南洋航线的商船，顺藤摸瓜，总能摸到他们的大本营。等把这伙人连根拔了，咱们再安安心心归隐。不急，你想怎么做，我都陪着你。王爷、娘娘，敌舰都聚在东侧峡湾，正好撞进咱们炮台射程，赶来就有来无回。你怎么看？有诈！他们之前劫粮、投毒、搞金融战，哪次不是藏着掖着？现在这么大张旗鼓，还把位置露得这么明白，不符合他们风格。杨公港口是假，烧船厂偷图纸才是真。新式浮船是海防和远洋的核心，毁了船厂，咱们海贸计划至少推迟1年，海防也会弱一截。和我想的一样，那咱们就将计就计。东岸炮台照旧布重兵，大张旗鼓设埋伏，全场明面上捡守卫，暗中埋伏特战精锐，图纸镇品转移密室，库房只从法图纸，另派水师绕去外海，盯紧对方退路，找补给点。既然他们玩声东击西，咱们就请君入瓮。秦川，你带一队人绕去地后，等船厂交火，就端了他们岛上临时据点，货物账本全带回来。空的，怎么是空的？留2个活口，其余就地格杀。传令救火队立刻进场，保住船坞地基。秦川得手了，端了外海荒岛的补给据点，缴获大批硫磺硝银、番邦香料和半成品火药，还搜出几箱制式军械，账本也抢到了，上面的交易记录全是南洋地名。龙牙港，南洋航线的咽喉，果然他们的老巢在那里。龙牙港鱼龙混杂，官府势力薄弱，经营多年，恐怕早已成了法外的国中之国。打了咱们这么久，也该收点利息。传令水师近海全面清剿玄龙会据点，一个不留。至于龙牙港，先不急，等扎稳江南根基再算账。本来还想年底搬进去，看来又得往后拖了。等清完近海海匪，重建个更好的。不急，先筑牢海防，清了这伙人才能安稳。我已经让人重新设计船坞，加防火、防突袭结构，图纸也配分存档，以后再出事也伤不到根本。龙牙港老巢不除，终究是心腹大患。主子，是属下大意了。对方早就知道咱们岸线位置，精准靶点。我去查的时候中了埋伏。不怪你，他们对咱们情报网布局太熟，摆明了有备而来。想弄瞎我的眼睛，没那么容易。第一，所有明面上的情报点全部废弃，启用备用暗线，全部单线联系，不再有横向交集。第二，放出3个假情报点，故意泄露假消息，引他们上钩。第三，戴帽你亲自带队盯着这3个点，等他们的人一露面，立刻收网，顺藤摸瓜挖他们的上层，重点盯紧南洋来的商船，龙牙港货船别放过。属下遵命。蛇手布局10几年，手伸得这么长，龙牙港就是你的大本营吧？我倒要看看你藏在里面谋划什么。主子，都招了。蛇手20年前就盘踞龙牙港，一步步建了玄龙会，渗透官场、水师、商路，布了一张极大的网。这次针对咱们，是咱们开海建防挡了他的路，他的最终目的是先占江南，再颠覆大明。20年布局，扎根龙牙港，手法太熟悉了。继续挖，我要蛇手的所有信息，另外把他渗透的官员名单整理出来，抄家的抄家，撤职的撤职，先拔朝堂钉子。
王爷，娘娘，京城出事了！小皇帝在御花园遇刺，身中奇毒，昏迷不醒。一党老臣联名上奏，说是王爷暗中谋非，派人行刺，已经调金营围了宁王府，扬言要清君侧。荒谬！这群老匹夫敢往本王身上泼脏水！别急，这是蛇手的手笔，一边在江南跟咱们耗，一边在京城搅局，想让咱们首尾难顾。他知道咱们不会放着京城不管，想逼咱们回京，好趁机在江南卷土重来。第一，立刻让京城暗线放出D党贪腐通敌证据，先把舆论反转过来。第二，孙神医配解毒基础药方，暗卫快马送进宫，先稳住小皇帝的命。毒是南洋奇毒，只有我能彻底根治。第三，秦川带500玄甲卫北上，驻扎京郊，只为不攻，威慑D党。真逼急了，咱们直接带兵回京清君侧。只带500人，会不会太少？足够了。D党那群人色厉内荏，只要兵往京郊100，再加贪腐实锤，没人敢动手。小皇帝的毒只有我能解，他们心里清楚。真把咱们逼急了，皇帝死了，他们也没好果子吃。把这封信交给小皇帝的贴身太监，告诉他，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蛇手想拿京城乱局逼我们回去，我偏不回去。江南的根没扎稳，回去了也是背。属下遵命。你这临危不乱的性子，比朝堂老臣强100倍。都是被逼的，本来想赚够钱就归隐，结果摊子越铺越大。但既然赶上了，总不能看着天下大乱，百姓遭殃。蛇手以为躲在龙牙港就能操控全局，等着吧，我亲自去龙牙港，把他的布局连锅端了。江南的海防稳住了，京城也平了，这一场咱们赢了。总算打赢了，好日子要来了！是啊，终于能喘口气了。我已经让掌柜的去谈别院的价格了，等船厂步入正轨，咱们就搬过去。春天采茶，秋天吃蟹，再也不管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儿。好，都依你。王爷，娘娘，港口外来了3艘黑船，挂着藩邦旗号，没靠岸，只派了个小战塔送来了这个，说务必交到王妃手上，是从龙牙港来的船。龙牙港来的，要不要先查验？孤狼，别来无恙。江南这点小打小闹，只是见面礼。你想归隐太湖，可以。3个月后，龙牙港见。你不来，我便让战舰北上，铁蹄踏平江南，让你护的国、护的人，技术化为焦土。蝮蛇，是蝮蛇，他也传来了。晚唐，怎么了？蝮蛇是谁？龙牙港到底是什么地方？是我的老对手，一个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5年前他就来了，玄龙会蛇手都是他。龙牙港是他经营多年的老巢，3不管地带，海盗、番商、私兵全是他的人。他拿江南百姓，拿整个大宁的海防要挟我，就是吃定了我不会做事不如，想引我去龙牙港。好，我陪你去。他经营了20年，龙潭虎穴一般，凶险万分。自然要一起去。他想毁了大宁，想让我输得一败涂地，那咱们就去龙牙港，把他20年的基业连锅端了。什么时候动身？半月后，江南这边留代保坐镇，船厂和军医院不能停。咱们先去查探龙牙港的虚实，摸清他的布防，再动手。本来还想安安稳稳归隐，看来是没这个福气了。既然他追了2世都要斗，那我就奉陪到底。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布了多大的局，我都和你一起。